大家好，我是 Rain。在犯罪史上，开膛手杰克的名字无疑是悬案榜单的榜首。但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南部，有一座名叫新奥尔良的城市，在20世纪初也曾出现过一位同样令人闻风丧胆的连环杀手。他专门在深夜潜入熟睡者的家中，随手拿起屋内的斧头行凶，因此被人们称为新奥尔良斧头杀人魔。今天我们就来回顾这起发生在100多年前的悬案。时间回到1918年5月23日，地点是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的新奥尔良市木兰街与上九街的转角处。这里住着一对意大利夫妇，丈夫叫约瑟夫·马乔，经营着一家杂货铺，妻子叫凯瑟琳。第二天清晨，当隔壁的兄弟杰克和安德鲁敲门，许久无人应答后，他们绕到了房子后面，发现后门的一块木板被撬开了，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他们钻进去后，看到了令人毛骨悚然的一幕：约瑟夫和凯瑟琳倒在血泊之中，已经失去了生命迹象。警方赶到现场勘查，发现凶手使用的是受害者家里的斧头，猛击了他们的头部。但这还不够，凶手还使用了现场的一把直剃刀，对凯瑟琳进行了割喉。伤口的描述非常骇人，她的喉咙被割得如此之深，头部几乎从肩膀上被切断。约瑟夫虽然身受重伤，但在被兄弟发现后几分钟内便去世了。凶手是从厨房后门撬开底部嵌板进入屋内的。在那个年代，新奥尔良有很多这样带有嵌板的木门，设计本意是为了通风，却没想到成为了凶手进入的通道。更令人在意的是，现场并没有财物丢失的迹象，显然这不是一起入室抢劫案。警方在现场发现了一套不属于受害者的沾血衣物，似乎凶手在行凶后从容地换了衣服才离开。那把剃刀后来被证实属于约瑟夫的兄弟安德鲁，他经营着一家理发店。安德鲁成为了警方的头号嫌疑人，但最终因证据不足被释放。在案发现场附近，有人用粉笔留下了一行令人费解的文字：马乔太太今晚会像托尼太太一样坐下来。这句话的意思至今无人完全理解。据推测，这可能指的是1912年发生的一起案件。意大利蔬菜商安东尼·喜安布拉及其妻子乔安娜曾遭到袭击，乔安娜不幸身亡。这句话似乎暗示着凶手在更早的时候就已犯下过罪行。这起案件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但警方还没有意识到这只是一个开始。仅仅1个月后，1918年6月27日凌晨，在接近多根诺街和拉哈普街转角处的一栋房子里，又发生了相似的案件。受害者是路易斯·贝苏莫和他的情妇哈利特·洛维，两人在贝苏莫杂货铺后方的私人住所中遭到袭击。凶手这次使用了同样的手法，撬开后门的嵌板，在受害人熟睡时用斧头砍伤了两人。贝苏莫右太阳穴上方被斧头击中，颅骨可能骨折；洛维左耳上方被砍伤，导致一侧脸部永久性瘫痪。两人被发现时还活着，但伤势危重。行凶的斧头属于贝苏莫本人，在隔壁的浴室中被发现。警方逮捕了一名曾在杂货铺工作过的非裔男，但因证据不足将其释放。洛维在后续的康复过程中做出了许多前后矛盾的指控，甚至声称贝苏莫是德国间谍，导致他被短暂逮捕。1918年8月，洛维在接受失败的手术后生命垂危，他在临终前指认贝苏莫就是袭击他的人。贝苏莫被控谋杀，在狱中度过了9个月，最终于1919年5月1日经过陪审团仅10分钟的商议后被宣告无罪。时间来到1918年8月5日，这天，一位名叫施耐德的工人下班回家，发现自己的妻子浑身是血地倒在卧室里。他的妻子当时已经怀有身孕，头部遭受了斧头的重击，牙齿也被打落了几颗。幸运的是，施耐德夫人虽然伤势严重，但依然顽强地活了下来，甚至在遇袭1周后，顺利生下了一名健康的女儿。施耐德夫人回忆，当天她在午睡时被惊醒，看到一个黑色的身影站在床边。这起案件与之前的有所不同，门窗都没有被强行撬开的痕迹，
警方认为，袭击者可能是用附近桌子上的一盏灯作为凶器。值得注意的是，施耐德夫人并不是意大利裔，也不是杂货商，这标志着斧头杀人魔的目标开始泛化。整个新奥尔良的市民都陷入了恐慌。仅仅5天后，1918年8月10日，在托提街和格拉维耶街角，一位80岁的意大利老杂货商约瑟夫·罗曼诺遭到了袭击。他的2个侄女在隔壁听到动静，推门进去时，看到一个深色皮肤、穿着黑色西装、戴着宽边软帽的高大身影迅速逃离。罗曼诺虽然还能自己走上救护车，但因伤势过重，2天后去世。短短3个月内，连续发生多起入室伏击案，手段如出一辙。新奥尔良的市民们人心惶惶，许多男性居民在夜里拿着武器守护在家门口。警方加大了巡逻力度，但那个幽灵一般的杀手却突然消失了。这一消失就是将近7个月。1919年3月10日，当人们以为恐惧已经过去时，斧头杀人魔再次现身。这一次的地点是路易斯安那州格雷特纳镇，那是新奥尔良的郊区，具体位置是杰斐逊大道和第2街的转角处。受害者是意大利移民查尔斯·科米格里亚，他的妻子罗西以及年幼的女儿玛丽。听到尖叫声后，对面的杂货商约兰多·乔达诺冲过去查看。他发现科米格里亚一家都遭到了斧头人的袭击，查尔斯和罗西都因斧头重击而导致颅骨骨折，而小玛丽则是在母亲的怀抱中因后颈被击中而死亡。行凶的斧头在后院被发现，后门的一块嵌板同样被凿开。查尔斯2天后出院，而罗西则留院治疗更长时间。恢复意识后，罗西竟指认乔达诺和他18岁的儿子弗兰克就是袭击者。69岁的约兰多身体状况极差，根本不可能犯下这样的罪行。而弗兰克身高超过6英尺，体重超过200磅，体型太大，根本不可能钻过被凿开的嵌板。查尔斯坚决否认妻子的指控，但警方还是逮捕了乔达诺父子，并将他们定罪。弗兰克被判绞刑，他的父亲被判终身监禁。几乎1年后，罗西承认他是出于嫉妒和怨恨而诬告了乔达诺父子，2人最终被释放。这起案件引起了媒体的巨大反响，而就在案件发生后的几天，新奥尔良当地的报社收到了一封古怪的信件。信件的落款地点写的是地狱，日期是1919年3月13日。写信人自称就是那个让全城恐惧的斧头人。他在信中写道：他们从未抓住我，也永远不会。他们从没见过我，因为我是隐形的，就像环绕你们地球的以太一样。我不是人类，我是灵体，一个从炽热地狱坠落的恶魔。我就是你们新奥尔良人和愚蠢警察口中的斧头人。当我觉得合适的时候，我会来索取其他受害者，只有我知道他们是谁。我不会留下任何线索，除了我那沾满鲜血和脑浆的血腥斧头，那是被我送下去与我作伴之人的。现在我准确告诉你们，在当地时间下周2晚上12点15分，我会穿过整个新奥尔良。在我无尽的慈悲下，我给你们一个小提议。听好了，我很喜欢爵士乐，我以下届所有恶魔的名义起誓，家中有爵士乐旋律的人，在那天可以保住命。如果家家都有爵士乐，那对你们来说再好不过。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周2晚上没有爵士乐奏响的人，就尝尝斧头吧。这封信件的内容令人震惊，它不仅展示了凶手的狂妄自大，还提出了一种近乎荒诞的求生方式：听爵士乐。经过推算，信中所指的星期二就是1919年3月19日。那一天晚上，整个新奥尔良变成了巨大的爵士乐演奏现场。那些家里有留声机或钢琴的人家，将音量开到最大；没有这些设备的家庭，纷纷涌入当地的爵士乐俱乐部和酒吧避难。人们跳舞演奏，试图用音乐驱散死亡的阴影。神奇的是，那个星期二晚上，斧头杀人魔兑现了他的承诺，没有任何人遭到袭击。
这件事后来也成为了爵士乐史上的一段著名轶事，不少音乐家甚至专门为斧头人创作了乐曲。在这之后，斧头杀人魔又沉寂了一段时间。1919年8月10日，一位名叫史蒂夫·伯卡的杂货商在睡梦中遭到袭击。他半夜醒来，发现一个黑色的身影正站在他的床边。恢复意识后，他跑到街上，发现自己的头骨已经被劈开。他跑到邻居家门前，随后失去意识倒下。家中没有任何财物被盗，后门的嵌板再次被凿开。史蒂夫虽然从伤势中恢复，但完全记不起袭击的任何细节。1个月后，1919年9月3日，19岁的女孩萨拉·劳曼在自己的公寓里遭到袭击。邻居们因联系不上她而破门而入，发现她躺在床上昏迷不醒。她头部严重受伤，几颗牙齿被打落。袭击者是从一扇开着的窗户进入的，用钝器袭击了劳曼。一把沾血的斧头在公寓前院的草坪上被发现。劳曼虽然康复，但也同样无法回忆起袭击的任何细节。这些幸存的受害者无法提供任何凶手的有效特征，这让警方的调查陷入了死局。最后一起被归入斧头杀人魔名下的案件发生在1919年10月27日凌晨，地点在南斯科特和乌略亚街的转角处，受害者是麦克佩皮通。凌晨1点，他的妻子艾斯特听到丈夫的尖叫声后冲进卧室，她惊恐地发现一个身材高大、手持斧头的男子正在逃离现场。这一次，凶器不再是斧头，而是螺栓。麦克的头部被猛击了18下，2小时后去世。身为6个孩子母亲的艾斯特，除了身材高大之外，无法描述凶手的任何特征。这起案件后，斧头杀人魔再也没有出现过。他在长达1年半的犯罪生涯中，至少袭击了12人，其中造成6人死亡，大部分是意大利杂货商。虽然案件就此沉寂，但关于凶手的猜测从未停止。直到2年后，也就是1921年，一个意外的枪击案让一个名叫约瑟夫·姆弗利的男人浮出了水面。还记得最后一个受害者麦克佩皮通的遗孀艾斯特吗？在麦克死后，艾斯特再婚了，丈夫名叫安吉洛·阿尔巴诺。但在他们结婚1周年之际，阿尔巴诺突然失踪了。1921年12月5日，一个叫约瑟夫·姆弗利的男人找到了艾斯特在洛杉矶的家中，威胁她交出钱财，并扬言要像杀了她丈夫一样杀了她。惊恐之下，艾斯特拿出一把左轮手枪，射杀了姆弗利。被捕后，艾斯特在法庭上爆出了一个惊人的指控。他说，约瑟夫·姆弗利就是当年那个新奥尔良斧头杀人魔。警方深入调查后发现，姆弗利在新奥尔良确实有犯罪记录，并且与针对意大利裔的勒索团伙有关联。而且，斧头杀人魔活跃的1918年到1919年间，姆弗利曾经因为其他罪名入狱，而他入狱和出狱的时间竟然与斧头杀人魔的沉寂期和活跃期高度吻合。然而，随着姆弗利被艾斯特击毙，这个真相也随着他的死亡被带进了坟墓。虽然艾斯特指认他是凶手，但这毕竟是间接证据，而且最后一起佩皮通案件中，妻子目击到的只是一个单独逃窜的身影，因此并没有证据表明存在团伙作案。新奥尔良斧头杀人魔案至今依然是美国犯罪史上最著名的悬案之一。它以一种诡异的方式开始，又以一封狂妄的信件掀起高潮，最终在混乱中戛然而止。没有人知道约瑟夫·姆弗利到底是不是真正的斧头人，也没有人知道在那个爵士乐响起的夜晚，凶手是否正隐藏在人群中，享受着全城对他的恐惧。但有一个有趣的细节值得注意，有研究者发现，当时新奥尔良有一位名叫弗兰克·芒福瑞的爵士乐商人，他的生意一直惨淡。而当斧头杀人魔要求全城演奏爵士乐之后，他的生意突然变得异常兴隆。有人怀疑，那封来自地狱的信件或许只是一个落魄商人的营销诡计。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这场笼罩新奥尔良1年半的恐怖，或许只是一个人为了拯救生意的疯狂赌博。
当然，这也只是一种猜测，真相早已随着那个时代一同消失。但有一件事是确定的，在1919年之后，那个自称来自地狱的幽灵确实消失在了新奥尔良的夜色中。由于年代久远，这起案件的重重迷雾恐怕再也无法被彻底揭开。这起案件后来被改编成了多部影视作品，也成为了许多都市传说的灵感来源。它告诉我们，在法治尚不健全的100年前，一座城市曾如何被一个手持利斧的狂徒所支配。今天的案件就讲到这里。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记得点赞、投币、收藏。我是 Ryan，我们下期见。